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最近有一些年轻人他呢因为腋下有异味来看病明明每天都洗澡，还是觉得身上有味道用了止汗水又用香水有的时候觉得越用呢这个气味越复杂越尴尬那就是因为呢你可能不是一个单纯出汗的问题，而是患有所谓的腋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专业的角度看看，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狐臭的原因它常见的治疗的方法有哪些，我们可以选用。那么还有一些误治或者治疗失败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呢，也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呢不要因此而踩雷。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狐臭到底是什么。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的频道，请不要忘记订阅和点击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的视频。这个狐臭又叫腋嗅，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汗的臭味我们身体呢主要有两种汗腺，一种是小汗腺，它主要是调节体温的。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专门讲过，这个热射病主要是因为这个汗腺呢失去了调节体温的功能。小汗腺里面流出来的是水和盐分这种汗呢虽然有味道，但是相对比较淡。还有一种呢叫大汗腺，它主要分布在腋下、耳朵后面乳房旁边和会阴等部位。那这些汗液呢，它含有脂肪和一些蛋白质本身呢没有味道，但是呢它碰上细菌一分解就会产生强烈的异味。可以想象这个大汗腺的分泌物是细菌的营养液细菌吃饱喝足以后呢，就产生气味作为排泄物呢释放出来此外呢，这个狐臭高度和遗传有关。如果父母都有狐臭的话，子女发生率呢可以高达80%。所以这个青春期大热天压力大，情绪紧张，大汗腺呢都会更加活跃，气味呢也就变得很明显那么针对这个狐臭目前呢主要的治疗方式呢基本上可以分成5大类第一呢就是用止汗剂，是吧？市场上很多产品都含有铝盐成分，它能够暂时封住这个汗腺的出口。优点呢很方便很便宜，但是呢只能撑几个小时，如果狐臭很严重的话，这个效果呢是有限的。第二呢就是用肉毒杆菌注射它原理是什么呢？它阻断了神经对汗腺的刺激，让这个汗水暂时停止分泌这个肉毒杆菌这个素也是我们平时脸上去皱纹打的同样的东西那它也是把阻断神经让这个肌肉瘫痪，所以呢减轻这个脸上的皱纹。在这里呢，这个阻断神经对汗腺的刺激效果大概可以维持4到6个月。对于中度狐臭的，但是又害怕动刀的人呢是比较合适的，不过你需要定期打可能费用呢也不太便宜。第三个呢就是用一种 Mirror Dry 的微波热能治疗这是一种非侵入性的方法透过这个微波破坏大汗腺和毛囊，一次疗程呢就可以看到效果，有的时候需要2次。它的优点呢是效果比较持久几乎没有什么恢复期，但是费用呢比较高少数人呢会出现腋下麻木或者肿胀的问题。第4种呢就是简单粗暴了，直接用手术把皮下的大汗腺呢给它切掉效果当然作为根本，但缺点是呢疤痕很明显，恢复期比较长，如果切得不干净还会有不同程度的狐臭的问题。最后呢就是一种胸腔交感神经切除术听起来就很恐怖这是处理严重多汗症的外科方式，直接就把支配汗腺的神经给它切了。虽然效果快又明显，但是代价呢比较大包括代价性的出汗，就是背部大腿的部位开始大量的流汗，常常造成生活上的一些困扰。总而言之吧，没有任何治疗是完美的选择治疗前呢，你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的症状到底严重不严重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恢复期和风险是不是需要根治还是呢接受一些定期的保养。
那么常见的失败案例啊，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避免你踩雷。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她在接受肉毒注射完之后啊，完全没有效果。不是药没有效果，而是医生这个剂量打得太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打对位置。他以为这是个根治的方式，却发现呢完全没有改善，所以很失望，就不愿意再做。后来我们评估后呢，建议他去做微波治疗还是有很多改善的。第二个案例呢，就是用微波治疗以后呢，出现了这个腋下的麻木这是个男性病人。虽然这个气味减低了，但是腋下、手臂外侧都麻麻的，持续了3个月。这通常是因为这个微波能量涉及到这些神经末梢，这虽然不常见呢，但是还是提醒我们，这个操作的技术和设备调整都非常重要。第三个案例呢，就是在传统手术下，它会留下疤痕和皮肤痉挛有个女性病人呢，她接受这个传统的手术治疗后伤口感染，那个疤痕呢就很严重，手臂抬不起来，影响生活和外观很后悔。最后一个案例呢，就是在网上购买这些草本的除臭膏，结果呢导致了皮肤发炎他认为天然的没有问题，结果呢它含有很高浓度的香精和酒精导致接触性的皮肤炎，腋下呢看上去一片黑黑的。这也提醒我们天然的不一定安全一定要有医疗认证的是吧？这个才好。总而言之吧，这狐臭它不危及生命，但是呢严重影响我们的社交和心理健康所以重点呢不要接着根治，而是了解自己的体质、生活的需求、治疗接受的程度正确选择一下医疗的方法。所以呢，你如果还不确定应该怎么样，那么先请个专业做个评估或者自我做个检测也可以看看自己哪一样最适合。总而言之，如果你也有腋下异味的困扰，或者经常接受过治疗，有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都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您的一句话也许能够帮助很多正在犹豫的人。这个熟悉我们思维健康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每天在这里来跟大家聊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分享一些实用的健康方法，希望陪大家过一个更好更健康的生活。其实呢，健康呢并不难，只要每天多花几分钟注意身体的信号，从生活中做一些小的改变，就能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呢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每天都会准时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些健康方面的事情同时呢，也欢迎您把节目分享给亲朋好友，让他们和我们一起走上健康的路。虽然是举手之劳，但是呢对大家都很重要。谢谢您的支持，我们每天不见不散。